牛湾非常的大，金碧辉煌的感觉，很漂亮，很适合在这边慢慢拍照，好下饭哦！太好买了吧？已经比我脸还大块，哇靠，超爽，超级浓哎！我天哪，放了很多抹茶粉，我再来一个哦！可颂界的天花板，好满的蟹黄啊，古色古香。小夫妻第一次踏入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城市，心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待的心情啊！这美好的城市如同一座闪耀的宝石，外滩的灯火在夜空中仿佛奏着华丽的乐章，每一个街角啊都是光影的艺术展演。上海的夜生活宛如星空下的繁星，璀璨夺目。中式风格与英法租界文化的交融，让夫妻仿佛走进了历史的隧道。一位日本小说大师描述上海就像是一座充满魔法的城市，所以才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魔都。上海就是那种让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探索的城市，这种神秘感和梦幻色彩，让我们有机会通往这个奇幻时代的神秘大门。如果你是即将踏入上海的小玩家们，这支影片呢，可以帮助你更快的了解有哪些天堂般的美食，以及绝美的景点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哦。以富于风味为主的重庆高粱酒餐厅，呈现上海和重庆的美食。没去过重庆，来上海一定要尝尝高品质的食材与烹饪技巧，提供正宗的川沪菜系。在舒适用餐的环境之中啊，也可以享受道地的中国美食。特别推荐他们的麻辣火锅，麻而不燥，麻中带香，适合重口味的爱好者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终于要来开吃了，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场。牛蛙是他们的招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牛蛙非常的大只，那肉质超级无敌多。那我们先吃牛蛙咯，不用蘸酱，超级无敌入味，哇！我刚才吃到它皮的时候，外面就是花椒跟辣椒味道，有一点麻，舌头会有一点点辣，但是不是辣到说死辣那种感觉。它的肉其实非常的大块，一口下去其实是满嘴的肉，我到现在嘴巴还残留花椒香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吃辣的话就直接加这个。哦，好，那我白汤就好，搅拌一下就好。加白汤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在地上爬的花。沾上酱之后，那个花飞碟口感层次提升了。其实还是可以跟我们想象中的白汤的味道蛮像，有加枸杞跟红枣的关系，所以除了白汤的韵底之外，还会有一点点中药的味道的感觉。好，吃吃看，卤的非常的嫩哎，因为通常我们吃到这种皮啊，有点像猪脚的那种筋，通常还会需要咬一下，但是它已经卤到很软嫩，你舌头一碰，它就慢慢的融开化开了，吃上柔软的果冻的那种口感。刚才啊，服务人员非常的贴心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鸭血要怎么用，他叫我们先把鸭血倒进去之后啊，用小火大概滚个10分钟，10分钟之后，他要等它浮起来，浮起来会像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来为大家试看看。我觉得它有点像鸭血界的舒芙蕾，咬下去是入口即化。有一些鸭血里面可能会有空洞，但不是，它是从整个鸭血一盆倒下去，所以它已经把那个精华都浓缩在这个鸭血里面，然后再成块吃进去，入口到嘴巴里面，超舒服、超滑顺。外滩是历史和现代的超狂混搭，就像是一场城市的时尚秀。晚上外滩亮灯，简直是城市版的缤纷派对，让游客感受到满满的浪漫氛围。这里啊，也是摄影爱好者拍照的新天堂。我一直以为外滩的情况是人多到像跨年一样，但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外滩上面的河畔的路也非常的宽，你从前面到后面的位置，很长的一条路，你都可以看到完美的外滩夜景。所以当下
我就决定把观光船的票给取消了，因为其实，在外滩外面看那个夜景的景色，你就可以包揽整个外滩的夜景，就很漂亮。你可以花些时间在外滩上面好好的逛，好好的漫步。因为除了外滩这一边的景色啊，它另外一面也有非常多的欧式风的建筑，都是打灯，所以有金碧一整排。金碧辉煌的感觉很漂亮，很适合在这边慢慢拍照。看到那个招商银行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银行，unbelievable， 就是太宏伟、太壮观了。它的门怎么这么的宏伟？对，它的门怎么那么高？你知道那门超高的耶，我真傻眼。提醒一下哦，外滩每晚10点就关灯，注意看夜景的时间，不要白跑一趟哦。餐厅以其精致的杭帮菜为特色。上海有不少家连锁的分店，以独特的口味和烹饪技巧赢得食客的喜爱。我们今天点了3道菜，其中有2道是在小红书非常推荐的，一个就是酱烤活鲈鱼，另外一个是蛋黄鸡翅，200出就可以吃掉这一整条的鲈鱼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上面的肉质其实蛮多，而且它非常贴心，就是它帮你把这中间都切开了。我们先来吃原味的。我觉得它该有的鲜甜跟美味基本上是有的。第二种吃法，你就可以搭配它的酱烧，它带有点微甜的口感，其实它会越吃越爽。鸡翅好不好吃啊？其实第一口的那个皮，哎呦，我还没吃下去，我一摸我就知道这皮不得了，我一摸它就突然就有一点点脆感了。这一道非常推，蛋黄味超级无敌重，我一咬下去的时候，就好像有10几颗那个蛋黄在我头脑里面瞬间爆发，鸡汁也很浓郁，所以跟那个蛋黄的味道融合起来，超好吃。而且这个就看起来就是屌翻餐用。我们最推荐的是冰淇烤布雷啊，要用面包淋着冰淇淋吃，才有冰火2重天的感觉啊！小桃园早餐以丰富多样的传统中式早餐为特色，提供新鲜美味的点心和小吃，满足顾客对道地中国早餐的向往，令人愉悦的早餐用餐体验，吸引着晨间美食的爱好者的青睐。吃过这边的烧饼油条，真的会让人难忘口感和香气啊！便宜实惠的价格，为一天的美好打下基础。油条在这边，哇，好大一根，然后再来咸豆浆，及我们点了2个烧饼，一个是红糖烧饼，一个是椒盐烧饼，另外我们还点了一个小汤包。哇，那个咸豆浆看起来蛮浓郁的耶，像蒸蛋的那个口感。它的味道没有到很浓郁，但是我觉得早上吃是非常的清爽，吃下去一口会觉得还有满满的蛋香，然后它上面撒了一些油条去当基底的，油条是有手撕感的，软的手撕感的，看它可以轻轻把它撕掉。它的油耗味比较没有那么重，有时候我在其他地方吃油条的时候，有时候油耗味一吃下去会经常吃，好吃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红糖烧饼，就好像一般的月饼。哇，它有好多千层哦，层层。哇，咸的特别大块，看已经比我脸还大块。真的。它这边就走那个酥脆口感，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点缀就是一些葱啊，会点缀在这个烧饼里面，打起咬下去其实蛮过瘾。我觉得它的口感不输给油条，但是因为油条它是可以手撕，是那种蓬松感可以拉开，但是它是扎实感，但是你咬下去又不会特别硬。一早看到这样摆盘，你不觉得心情就美丽了吗？就上班就满满的动力。你看那个小汤包做的好可爱，好精致哦。看看汤汁，看看汤汁，看看哦，我看看，哦呦，哇，它猪肉味很浓郁，一咬下去那个猪味啊，好像有2头猪在嘴巴里面跑。我必须老实说，它的口感有点偏比较油腻，油腻味太重，所以你看嘴巴开始都有。这边生意很好，然后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尝鲜品尝一下，真的蛮推荐的。它这边叫小桃园。南京西路的王家沙点心是很多老上海人喜欢逛的店，现场就能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充满着期待排队购买。1楼贩是各种上海传统的糕点酥饼，也能吃到现蒸现包的花卷和肉馒头。非常建议小玩家来到这边购买伴手礼，一站式全部搞定，味道也非常的不错。如果有想要现吃现买的话，其中血糯米八宝饭、蟹壳黄、青团、肉汤圆是小红书非常推荐的，本地的人也会定期购买着来吃哦，真的太好买了，我们夫妻挑得很开心。早
扫了之后，它那个单子就会出来，然后它就直接贴在杯子上，看号码就可以直接拿了。哎呦，路边实在太多诱惑了，我们夫妻闻香而来。那走，拜拜 ，Have a nice day， 拜拜。你知道来到上海，我觉得最头痛、最困扰的一件事就是小吃实在太多了。跟薛仁这边又忍不住去买脆饼，你看一下分量，已经可以当一个正餐了。你看它里面料，我还没吃之前，你看里面料，早上吃这个应该会蛮清爽的，蛮多本地人在买。它的皮的口感有点像台湾的春卷，它中间有加脆饼，所以你外层在咬软的时候，中间你会发现到，哎。怎么有脆感的第二层层次的口感，再加上它生菜啊，其实蛮清甜的。哦，还没吃到它的酱。我觉得重点是你早上咬这么大一口，不要这样。哇靠，超爽了！上海邮政博物馆啊，原名上海邮政总局，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。进来啊，就可以看见大门正朝着陆家嘴。另外啊，想要拍东方明珠，不用去外滩人挤人哦。这边啊，沿着苏州河畔就可以拍到很多美美的照，每个地方啊都可以拍出大作哦。来到上海，怎能不试试当地人非常推荐的生煎馒头呢？上先来吃小杨生煎，它大概很早大概7点的时候这边店就开了。我们这次点的是双拼，2个是它的鲜肉原味，然后另外2个是大虾。它刚刚送上来的时候有先提醒说里面会爆浆会爆汁，所以你要小心烫口。它底部是煎的焦焦酥酥脆脆的样子，它的汤汁都可以锁在它的生煎包里面。我这样目测。这大概至少有2只虾子在里面哦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可惜，我吃了这个虾子的大虾生煎包，我觉得它不够热，如果它热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更好吃。你看这个汤匙都是鲜肉的汤汁，先喝一口，好鲜甜哦！真是可以用喝汤汁的方式吃它的生煎包。通常会觉得说它里面放很多猪肉馅的话，可能喝起来会有一点点偏咸的味道，但是它喝起来不会是到很尖咸很重口味，它是比较偏鲜甜的爆浆汤汁。这一间在大众点评和小红书非常推荐的蟹黄料理，小小的一间店啊，获奖无数。我们抱着期待的心情来尝鲜。看起来是一般的家常面，然后它是比较偏细面的口感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细面的口感。我还没吃这碗面，我顿时以为我在渔场了，螃蟹大军等一下往我这边冲过来了。我现在知道。咬下去第一口，那个海鲜味、蟹黄味，整个就从嘴巴里面上来 ，perfect， 超好吃。它之所以面条不要弄那么湿啊，是因为如果弄太湿，它会把那个蟹黄的味道给稀释掉。虽然它的价格可能比较贵一点点，但是它是由10只螃蟹浓缩成这一碗的精华，你可以吃得很优雅，你不用吃的说你拨来拨去，然后手又脏，然后嘴巴也脏兮兮的。如果吃不够，加饭加面不用钱哦。有点像是艺术品的那种感觉了，就是这个鸡头米在上面飘啊飘啊飘啊。桂花的香气我觉得还 OK， 最主要应该是要吃它鸡头米的口感去腻，因为我刚才其实吃蟹黄，它味道是浓烈，然后它这个是清爽的，所以浓烈跟清爽混合在一起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。就连主餐旁边的配菜，我跟薛仁啊都一致认为处理得非常到位。一进门啊就可以看见很多灯笼美景映入眼帘。这间呢是小红书推荐的 CP 值极高的江浙料理，服务人员超热情的，还没吃饭就觉得心情超好的。到了感天气美。它菜单设计的好可爱哦。菜单真的超可爱，超多选择的。如果有10个味啊，真的每样都想点来吃，真的太诱人。上面有图片，然后价格。
好下饭哦，脆的那种皮，但是它里面的肉是软嫩的，然后因为它的酱汁又非常的多，我觉得这个很下饭。老板，马上来4碗白饭。好嘞。它的鸭血是 Q， 像果冻，而且有入味。那个叫做布丁鸭血。现场环境非常的舒适，而且上菜非常的快哦。皮薄馅非常的厚，然后它看起来有点像是年糕马吉那种 QQ 的。它的桂花酱配上他们年糕，就出乎意料的好吃，你会一直想吃，一直想吃。默默2个人就把4条豆花吃完了。上海豫园风华绝美的园林圣地，建筑宛如时光隧道，带你穿越历史，在豫园的每一个角落，都仿佛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古典风情。抬头一望，炫彩夺目的灯饰与建筑美景，真的觉得不可思议。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觉得，夜市对面一个寺庙，进去看一看没什么。我靠，进来这边别有一番天地，因为整体的规划，然后它的灯的打光，建筑物它呈现的样式非常的宏伟。然后来了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伴手礼店啊，或是卖一些艺品的店。回到以前古时候那个时光的感觉，你很想要穿个汉服，体验一下那种古人在这边吟诗作对的感觉。我觉得这边的氛围真的制造的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这边因为打光的关系，让我觉得它有一种金碧辉煌、富贵堂皇的感觉。那这边就是九曲桥，九曲桥进去里面就是豫园，但是豫园晚上的话它是没有营业。新天地加思南路 City Walk 是来上海必打卡的路线，在这里可以沉淀下来，吸收历史文化的养分，来感受这一路别有滋味的绝美情调。不用去贵州，也可以在上海吃到茅台冰淇淋哦。强烈的色彩交织而成的店内设计，让人很想多逗留一回，享受美好的氛围。90加3克，栀子花跟竹叶卖的比较好。没想到第一次品尝到茅台的滋味，竟然是在上海。酱香栀子花很可爱，它有一些中国风的元素，而且它是用金箔的颜色，就会让这个整个杯身都非常的有质感。这融合进去，我喝下去是非常的柔顺，酒跟奶茶比例搭配的刚刚好，很适合给女生喝。加上因为它有栀子花，那栀子花是被誉为中国的3大香木之一，所以它的尾劲会有一点点清甜花香，有着历史文化与潮流的氛围。思南路和新天地散发出一种混搭的魅力。无论是想要一睹上海独特的风貌，还是追求潮流新鲜感，这里都能满足。因为适逢圣诞节的到来，沿路上非常多炫目多彩的灯饰，漫步在这边享受着过节的氛围。沿路上的人们带着欢笑和谐，让人心情都愉悦起来了呢。路上每一间餐厅都布置得非常有气氛，坐下来好好享受一餐也很不错呢。武康路，上海的文化明珠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。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有中国名人的故居，还曾是中国电影人的聚集地，出入茂盛，犹如走进一幅文化的画卷。漫步在这边真的超有 feel 的，建议一定要来走走看哦。我们刚才从小桃园这边骑过来，大概花了快1个小时的时间。但是我不会觉得这辆脚踏车之旅非常累，原因是因为其实上海市政府它在做脚踏车、自行车车道规划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完整，因为它有分隔的路线，所以我在骑上这个脚踏车道的时候，可以沿路看风景，而且非常的舒适。武康大楼这边风景非常的优美，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群会停留一下来就会拍照，落叶、枫叶
非常非常的美丽。你可以在这边享受一下悠闲的时光。虽然上海是人很多，但是其实每个地方因为腹地非常的大，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密度没有那么高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来这边点咖啡，然后享受一下这边很 chill 的氛围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、很享受的一个下午。武康路沿路上有非常多的街景以及景点，值得好好逗留。但路途有点遥远，建议骑脚踏车前往哦。按支付宝，然后我们先按那个 Hello， 有一个 Hello 的 App， 我们点开之后有一个骑行，点进去之后啊，我们因为我们要租单车，然后它就会显示说那个单车这附近的位置，以及它的进停区跟可以去停放的地点，其实都非常的方便。可以直接扫码开锁。扫哪里啊？扫这边，下面这边，下面这边。对，要蹲下来扫，然后确认开锁。哎呦，开了。在乌鲁木齐中路上的麻布屋，是甜点控来上海必冲的项目之一啊。小小一间店，量多 ，CP 值极高。那抹茶达人哦，常去日本吃，超级浓哎！我天哪，放了很多抹茶粉，所以这些抹茶很厉害耶！哇靠，这已经到水泥的程度。你知道这什么口味吗？快掉下来，我先赶快给你吃。就黑巧克力啊，还有加烧酒，就是烧酒跟巧克力味道还蛮合的哎。逛街脚酸了，不妨停下来享受一下这浓郁系的冰淇淋，为美好的旅程画下逗点。巴士德版号称魔都可颂的天花板，巴士德版的装潢风格独树一格啊，红砖外墙与室内不锈钢工业风形成巨大的反差，这里更像是潮牌的实体陈列空间。来自四川的老板啊，取名真的也非常的接地气，意为舒适、自在、舒坦。这边的可颂啊，是这家店的王牌，不吃还好，一吃简直惊为天人呐！坐在这间很潮的下午茶店，搭配着有着天花板等级的美味可颂，这下午茶时光无价